这个鼓乐器定调了这个音乐走向。虽然它叫小鼓，但它却大大的影响这个音乐的风格。一开始先来做一个有趣的小挑战，大家听听看，这5颗小鼓，你分得出来哪一些声音是木头，哪一些声音是金属吗？记得看到完，影片最后会有答案哦。大鼓、hi-hat、小鼓，有时候还有 ride， 在爵士鼓里面担任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在这之中，小鼓的角色却是特别的鲜明。如刚刚提到，它大大的影响整个音乐的风格。今天我们就针对小鼓这个乐器，全方位的介绍它的结构、尺寸、材质，对声音上面的变化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如何选择一颗最适合自己的小鼓。这次会用装来台北工作室这5颗小鼓，让大家听听看不一样的材质、不一样的尺寸，会造就出如何不一样的声音。第一个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小鼓的尺寸，它大大的影响我们小鼓的声音。大部分常规的尺寸会有13跟14寸，这都是很常见的尺寸。所谓的13寸是小鼓的直径。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深度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联想：当小鼓的直径越小，深度越浅，鼓肚里面的空气相对也比较少。在这个光谱的另外一端，直径越宽，鼓肚越深，鼓肚里面的空气越多。空气多与少大大影响小鼓打击的声音。通常鼓肚里面的空气越多，打起来声音越深沉，共鸣也越大。如果鼓肚里面的空气比较少，反应会比较灵敏。声音通常也会比较清脆。那当然，空气是一回事，鼓体本身的共鸣，在我们打击的时候，也会跟鼓肚互相去共振。所以，当今天如果是比较深、比较大的小鼓，它鼓体的共鸣相对来讲也会更多，打出来的声响也可以更大。那虽然比较浅、比较小的小鼓打起来共鸣没有这么大，它立即快的反应和立即细碎的点，打起来也会更加及时，反应也越快。那你会不会好奇前面演奏这5颗小鼓的影片，声音究竟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？当然，除了尺寸之外，鼓肚的材质、鼓框的选择，甚至响线都会影响声音非常大。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一来分解。首先，鼓肚的材质最常见的不外乎是木头以及金属。那当然，除此之外，也有像是亚克力、碳纤维，甚至水泥，你有听过吗？水泥拿来做小鼓。所以材质的运用，随着爵士鼓发明至今，不断日新月异。那在音乐里面最广泛被使用的，不外乎还是木头以及金属。那在影片的后面，我们会针对这2个材质一一跟大家做解说。在材质之外，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bearing edge。bearing edge 就是鼓体和鼓皮接触影响声音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像这2颗小鼓虽然都是木头小鼓，但它们有很大不一样的 bearing edge 设计。左边这颗是 Pearl Omaha King 的签名小鼓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bearing edge 就是45度角，所以在最边缘和鼓皮接触的接触面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。而右边这个是 British Drum Company 的 Big Softy， 它的 bearing edge 就没有做倒角，是 round edge， 所以跟刚 Pearl 这一颗相较之下，它的接触面积是比较大的。当然每个鼓场每一颗小鼓的设定是不一样的，这颗是45度的 bearing edge， 有些鼓场甚至做到30度，或是宽一点做到60度都有。所以像这种有倒角的小鼓，通常声音会比较灵敏。相较之下，这种 round edge 的声音会比较厚实集中。当然，刚刚讲完 bearing edge， 影响声音很大一部分还是鼓皮。鼓皮的选择真的有非常多种，单层、双层、集中圈、加强圈。碍于篇幅，我们今天会讨论是小鼓的整个主体。鼓皮真的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相关资讯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知道，说不定我们之后也再来做一集哦。尺寸、鼓体、鼓皮大大影响小鼓声音之外，鼓框的选择也影响声音非常多。而鼓框影响声音最大的特色就是开放以及集中。像这边这2个就是最常见的鼓框选择。那如果是 triple flange 这种鼓框，通常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开阔，而 diecast 听起来声音会更加的集中。那当然除了这2种之外，还有像是 single flange， 还有像是木框的选择，各自都会影响到小鼓声音的共鸣。鼓体、鼓框、鼓皮，我们会借由tension rod 这个东西去固定鼓框以及鼓皮的松紧度。
最后再借由鼓锁去调整。如果我要音调高，我就调紧一点；如果我要音调稍微低一点、沉一点，我就把它调松一点去做调整。除此之外，让鼓皮真正坐在鼓体上面的会是这个，我们叫做 lug。每一个鼓场的设计，每一个 lug 的形状以及结构都不一样。像我右手边这颗 British Drum， 它就是做的像是钻石型的 Art Deco 设计，而左边这种就是很经典、很常见的 Tube lug 的形式。小鼓结构影响声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翻过来响线。每颗小鼓搭配的响线都是原厂设定的，但随着使用久了，鼓手也会搭配不同的音乐去搭配不一样的响线。像我手上这颗 Sonor Danny Carey 的签名小鼓，我就已经换成比原厂配置再宽一点、响线更多的设计。它造就的是声音响线的延音会比较多，也比较大。像 British Drum Company 这颗，它搭配的响线就会是比较窄、比较小条的，响线的延音就没有这么多。所以取决音乐的风格，你想要呈现的方式，在刚刚介绍这么多声音上面，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或是统一的美学。下次看小鼓仔细观察，今天分享的这些结构都会大大影响小鼓的声音。刚刚前面有提到，木头以及金属是小鼓最常用的材质。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的是木头。以木头来讲，我们最常遇到的像是枫木、槐木、胡桃木、桃花心木、橡木以及樱桃木，当然各自有各自的个性。从木头的质地硬到软，它造就出来的声音，每一颗真的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木头，枫木会是最常见的，因为它的中梯柄饱满，泛音自然，动态范围也大，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曲风，它都可以轻松驾驭。再来 Birch 桦木，它的低频扎实，高音明亮，所以打出来的鼓点粒粒分明。也是不管是在录音室还是演唱会现场很常见的材质。除了 Maple Birch 之外 ，Mahogany 桃花心木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材质。它的低频丰厚，中频饱满，声音比较沉，是许多复古鼓爱好者、爵士派系的鼓手非常爱用的一个材质。那刚好工作室我们这边有一颗 Mahogany 的小鼓，它是 Pearl 的 Omaha King 签名小鼓。那除了桃花心木之外，刚刚前面介绍它有45度的倒角，搭配的是 Triple Flange 的鼓框，我们也换成 Pure Sound 的响线。鼓皮我们目前是使用 Asapura 单层 ST250 SWC 作为打击面的鼓皮，让大家来听听看它的声音。那接下来胡桃木 Walnut 这种材质，它的声音也是比较低沉、比较沉稳。有些人会形容像是 Maple 以及 Mahogany 中间的一个存在。那当然也有像 Oak 这种很硬的木头，相较之下它的音量大 ，Attack 明显，穿透力强，共鸣也比较短。这样子的声音就许多金属或是摇滚的鼓手非常喜爱。那最后就是 Cherry 樱桃木，它的中频突出，音色温暖，反应灵敏，声音清晰，所以也是许多录音室必备的一个小鼓。那在中央类台北工作室，我们这边才入手了一颗 British Drum Company 的 Big Softy， 它就是以 Cherry 以及 Ochrom 樱桃木以及青木打造的一颗小鼓，它的声音非常温暖，非常深沉。它是14寸乘以6.5的尺寸，刚刚有提到的 Round Edge， 搭配的是 Triple Flange 的鼓框，10个 lug 的设计。我们搭配的鼓皮是 Evans 的 HD Dry， 让它声音更沉。在录音的时候，甚至不需要任何的制音处理，声音就很好听。这个小鼓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定位是比较沉、比较稳的一个存在。不论是打慢歌比较低沉的声音，还是摇滚攻击力要强一点的音色，这颗鼓都可以轻松做到。
在木头小鼓大概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选择会比较常见。我相信也会有许多鼓友很好奇，说木头小鼓是怎么制造出来的。我们之前有制作过一集探访日本木头鼓厂 M Drums 的企划，有兴趣的鼓友看完这支影片可以去看看。那大部分木头的制造方式都会是以承压的方式，大家可以想想看，是一片一片一片木头交合在一起，再加以裁切加工而制造成我们现在看到小鼓的这个鼓度形状。这种 plywood 的形式，大部分都会用热压的方式去加压、加热，让胶以及木材粘合在一起。而当然也有少数的鼓厂，像是 British Strong Company 是用冷压的技术，官方的目的是不破坏木材的纤维，用冷压的方式让它自然成型、自然风干，以确保木头的结构不会在热压的过程造成破坏。那当然，刚刚提到的这种是 plywood 的形式，也有像 M Drum 是整颗挖空单板的形式，也有像这一颗它是用砖拼的形式。砖拼的形式有非常多种，有些像是 stave， 有些像是 block。stave 的方式是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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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在一起，加以加工成型，成为小鼓的形状。像我左手这颗是工作室历史悠久的一个小鼓，它就是以另外一种叫做 drum pin block 的形式来制造成。可以想象这样子的小鼓就像盖房子一样，盖砖头一个一个一个接在一起，所以看它的鼓度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有一层一层一层接缝，像是砖块的形式，造就它小鼓的结构。那这颗小鼓我们搭配的是 die-cast 的 hoop， 一样是 Pure Sound 的响线，鼓皮选用的是 Remote Control Sound， 让它声音更集中。在工作室里面定位是比较攻击力强一点 ，tuning 通常也会拉得比较高，搭配 die-cast hoop 打出来的声音一颗一颗明亮且扎实。那这颗来源是来自一个朋友，他应该是某一个鼓厂 custom 的特制，木头的材质已经是不可考了。那在我们来听，它有一种很明亮的一个木头质地，搭配砖拼的结构，声音听起来攻击力非常强，颗粒粒粒分明。刚刚介绍木头小鼓这么多选择，我们把它整理成这个表格，让大家更好去辨认你该选择什么样子的声音。这个表格我们会存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，欢迎各位鼓友去追踪，并且把它存下来，下次选择更有方向。不过除了木头之外，金属也是另外一个很常应用在小鼓上面的材质。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金属的小鼓。金属材质的小鼓其实应用也非常多，像是钢、铝、铜、黄铜、青铜，都是非常常见应用在小鼓上面的材质。当然，每个声音的特性也都不一样。举例来说 ，steel 钢这个材质，它是普遍来讲最普及，价格也最友善，声音的特性非常亮、锐利 ，attack 强，泛音多。所以虽然很多厂牌会定位为入门的小鼓，但它在音乐上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。不管是录音室还是 live， 都是小鼓选择非常常见的一个存在。像我们工作室这颗 vintage 的雅马哈，就是非常实惠，但是也非常通用的小鼓。它的鼓度是使用 seamless steel， 就是无缝的钢。原厂搭配其实原本是 triple flange 的 hoop， 我们把它换成 die cast， 它让声音整个更集中，穿透力也比较强。响线我们换成宽版 Tama 42条的响线，它让小鼓的 sustain 变长，也更绵密。鼓皮选用的是 Asapora 的 STL250C，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单层然后偏薄的规格，声音非常明亮。所以这颗小鼓在我们工作室定位是一个比较穿透力比较强，非常适合摇滚这样子的曲风。那接下来很常见的材质，还有像是铝 （aluminum），
它的声音相对干净，控制力好。声音是所有金属小鼓里面我觉得最温暖 ，decay 比较短，但是还是有金属鼓度这样独有的泛音。它在录音的环境非常友善，泛音也很好控制。那像招牌的厂牌 Larvic 就出了非常多经典的铝制小鼓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录音师最爱用的小鼓之一。那接下来还有铜、黄铜跟青铜。铜是 copper， 它的声音比较浓厚，低频比较多，比较暗，延音感也比较丰富。另外，黄铜跟青铜则是铜加了其他金属去混合出来的合金。以黄铜来讲 ，brass 大量应用在各种乐器上面，它是铜和锌的一个合金，在小鼓上面的应用真的也非常广泛，几乎每一家厂牌都有出 brass 这样子的材质。它的亮度广，带有厚度，中低频也扎实。动态范围很大，不管是细腻小声的音符，一直到炸下去大声的音符，它的表现都非常好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是录音室非常常见的一个小鼓材质。最后一个青铜 bronze， 对于鼓手我相信听起来是非常耳熟，因为我们常常讲铜把的 B20、B8就是这个合金，所以 bronze 这个合金是融合了铜跟锡这两个金属混合在一起，它的密度会比刚刚提到的铜还要再更密、更扎实。反映在音色上也会更加集中 ，attack in 延音也比较长，存在感是真的非常强的一颗小鼓。像我们工作室就有这一颗14×8 Danny Carey 的签名小鼓，它就是以 bronze 为材质。目前大部分的规格都是原厂的设定 ，triple flange hoop。我们把鼓皮换成日本朋友推荐的 Asapura 黑猫特别的款式，比对其他厂牌这个规格蛮像是 Remo 的 Control Sound。单层加上内侧中间有加强圈，响线我们选用 Pure Sound 30条的响线，也是偏宽的选择。这颗小鼓也是工作室历史悠久的小鼓之一，应用上不管是摇滚、金属或是基本的流行乐都很通用。重点是它的存在感真的是十分强烈，打起来也是我们所有小鼓里面最响的一颗。跟刚刚木头小鼓一样，我们也把今天介绍这几个金属小鼓的特性整理成这个表格，我们也会放到 Drumlet 台北的 IG 上面，欢迎大家到上面追踪，并且把这个 post 存起来，在下次选小鼓时更有方向。OK， 大家还记得影片开头猜谜吗？我们来看看答案。除了演奏技巧之外，音色也是一个鼓手独有表现自我的方式。每个指标性鼓手绝对有自己选择音色的一套逻辑。影片开头的小猜谜，你猜对了吗？一首歌加上好的小鼓是加10分，但是选择对位的小鼓可以有30分，甚至更多的差异。当然，选择没有一个绝对，但选对的小鼓绝对可以为音乐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。在这之中，也不见得越高阶的小鼓就适合你的音乐，入门的小鼓也不见得是不好的音色。回到要如何选择我们自己小鼓的音色，透过今天这些资讯，了解各种音色的差异，这只是一个开端。实际去乐器行试去聆听，绝对最准。记得选对位，选到位，为你的音乐提升另外一个层次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当然，音乐是一门艺术，不该被分数去定义。而且，一颗好的小鼓，我们也可以透过鼓皮、鼓框、响线的选择，甚至制音的方式，去尝试更多意想不到的风格以及变化。这又是另外一个深层的话题。回到选购器材，我们都建议先求有，再求好。随着时间，你摸透了这个乐器，你也才对它的声音有更深度的认识以及想象。不知道各位鼓友对于小鼓或是鼓类的其他乐器，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？欢迎在下面许愿，让我们知道。或许之后我们再来做一期啊。最后 ，Drumlet 台北除了爵士鼓教学之外，也有鼓组录制的服务，一起来表达你对音乐的想法吧。欢迎大家在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与我们联系哦。这里是 Drumlet 台北，我是韦恩，我们下次见。